大家好，我是慢工出细活的何 C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款喝牛奶长大的法式面包——哈斯牛奶包。先来准备材料。这次牛奶的含量很大，占据面粉的70%左右，还有奶粉的加入呢，成品奶香味十足。我自己呢还加入了葡萄干，奶香味混入酸酸甜甜的葡萄干，成就了另一番口味。你们一定要试一下哦。但是呢，做好这个造型呢，需要注意几个点，不然成品很容易辣眼睛哦。把所有的干性材料倒入面盆当中。由于面粉的吸水量每一个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预留10到20克的牛奶，慢慢的加入面盆当中，感受面粉的吸水量。我用厨师机搅拌成团之后呢，我就采用水和法，让面团醒在面盆里20到30分钟。之后呢，我可以把面团能拉得很长很长，面筋呢已经初步形成了。打开搅拌机，搅拌面团10分钟。当面团出现齿轮的粗膜状呢，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。等黄油完全融入面团当中呢，我们就需要来塑形和检查面团的油膜状态。塑形呢，一定要把光滑那一面朝外，保持面团的光滑。这个时候的面团的温度呢，不能超过25度，不然成品的味道会不好，还有组织不细腻哦。放在玻璃盆当中来发酵。在等发酵的时候呢，我会把葡萄干泡水，一定要泡水哦，不然葡萄干在烤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干涩，口感不好。让我们来戳一个小洞，这个呢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了。我们来分团。现在呢是影片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了，面包塑形。把圆滚滚的面团擀开，上下对折，一定要保持面团的四四方方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时不时的用手来塑一下形。用手掌按压之后呢，擀开面团。也是结尾处用手指抹开，然后呢就卷起来。封口记住一定要用手把中心位置呢往里头按压，因为烤箱烤制的过程当中，中心位置会膨发出来。然后重重的摔下面，这样子面团才可以封好口。这个呢是原味的做法，那我们怎么放入葡萄干呢？就是在第一步擀开的时候呢，放入葡萄干。对折擀开之后呢，再放入葡萄干，这样子葡萄干放入呢就不会集中在一起，而且是分层的哦。这里的塑形呢和原味的不太一样，需要两边呢都封住，避免呢炸开。放入烤盘当中醒发半个小时。现在呢，我用小刀来划开面包。一定要割得深一点，这样子才会有齿轮状。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最后一步了。
法国的原方子呢是撒面粉，但是我们家呢非常喜欢吃酥皮，我就把葡萄干的面包刷了牛奶鸡蛋液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撒面粉，也可以刷牛奶鸡蛋液，这就由你决定了。放入烤箱，175摄氏度烤20分钟。期间呢，我会调一下位置，这样子保证上色的一致性。出炉了，刷了蛋液的面包呢，就像敷了水光面膜一样，撒了面粉呢，像是粉粉的哑光状。让我们好好欣赏这个面包的盛世美颜吧。在烤的时候呢，屋子里面就飘着葡萄干和奶香的味道。朋友来家做客呢，就又在调侃我说：“你又在烤面包了，顺手呢还带走了2个。”我是何 C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关注我，或是帮我点赞，这将是对我一个大大的鼓励。谢谢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